身躯比 LGBTQ 我身躯比 LGBTQ 的女性的朋友哦，14个内底12个就是双性恋，所以我请问你今仔日是不爱甲双性恋约会，你不爱介意双性恋，你是要甲啥人约会，你是要介意啥人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阿。你如果今天不想要听我废话的话，可以直接去看我之前介绍的比利时网络影集，叫做《La Fille Hey Du Vie》，那是一个女双性恋的角色。你可以去看这几年一直都很夯的《如此一家人》，就是讲女同志他们建立的家庭，然后有5个小孩子，其中2个小孩长大之后，他们像有个番外篇电视剧叫做《Good Trouble》，里面有一个男双性恋的角色，都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关于双性恋，让我们了解双性恋。所以你直接把这个影片关掉，直接去看剧没关系。今天想要请问你，有没有跟我在滑交友软体的时候看到双性恋，你就滑左边或是滑不喜欢呢？或是你今天去 LGBT 的活动啊、酒吧、party， 然后你看到这个女生，你跟她聊天之后发现她是双性恋，你就躲得远远的。我敲门，你起码写在生必修吹哦。如果以上2件事情你都有做过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也做过。如果你现在那个罪恶感的那一条蛇慢慢从你心里面爬出来的话，我相信你才是一个好人。为什么会讲罪恶感蛇呢？就是因为跟我妈讲说，我遇到我喜欢女生的时候，肚子里面会有蝴蝶跑出来，然后她就跟我讲说，那蛇会爬出来吗？哦，哇，没有想到她当初见到我爸的时候是爬出来是蛇，不是飞出来蝴蝶。Anyway， 假设你现在都曾经跟我一样也很有罪恶感，或是你现在很有罪恶感的话，我相信你还是有救的。其实我在2016年以前对双性恋还是有偏见的，就是我2015年开始用交友软体的时候，但是我现在最好的 LGBT 好朋友，最好的可以跟我晚上去吃冰淇淋，然后随时都可以 hang out 一下，就是来喝个小酒或是干嘛的，就是双性恋。当时他跟我出柜的时候，他也是非常的害怕，他也是非常的小心跟我说，他也是观察我了很久，因为他很怕就是有一些已经出柜的 LGBT 的人，只要听到说哦你怎么还没有出柜，就会把他们推柜。然后他好像观察了我一阵子，跟我出柜之后，他又马上就是消失了2年 ，she just ghosted me for like 2 years。对。我可以担心当时他是多么的害怕，然后多么担心外面的人，多么担心可能现在的人，或是家里面的人，什么都没有关系。所以老实说，不管我们今天什么性向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了解彼此，才可以知道怎么样支持彼此，跟给予彼此最需要的鼓励和资源和。就 support each other。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说，我是怎么样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消除对他们的偏见的。其实2015年一开始我会滑双性恋左边，是因为我过去的交往对象没有一个是对我有自我认同的，就是他们没有identify 自己的性向。就是爱的，就是喜欢的，就是交往的，这不是每个人类都应该要做的事情吗？这不就是爱最美的地方吗？后来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有这个问题，再加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也会小心去警惕自己。但是这个问题是我好像在滑交友软体之前，我大概就知道了。就是大家如果知道，其实黑人女生和亚洲男生在交友软体里面是最常被滑左边的，所以。在这2个问题当中，我为什么要滑双性恋左边？跟假设我今天要滑黑人女生左边的话，我都会特别去注意说他们是真的跟我兴趣合不来嘛？因为有时候会写说你喜欢什么，然后确定了之后发现可能真的合不来，那我才会滑左边，并不是因为他们长得怎么样。我觉得我对双性恋最主要的2大原因消除我对他们偏见。第一个是我从小到大。国高中有2、3个好朋友，他们在大学的时候，后来有跟女生交往，然后发现他们是双性恋，然后我很感谢他们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，而他们就是跟我们异性恋和同志是一样的，他们也是交往一个对象之后，分手也是会很难过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然后也是需要恢复期，然后再去找下一个交往的对象。只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是，他们的对象有时候是男生，有时候是女生，这不就是双性恋天生就是生下来最美的地方，跟他们最强的力量吗？我真的每次跟他们讲，我就说，我真的很欣赏你们有这样子的能力，真的是超美的。全部的人，全天下都给我变双性恋的话，就世界和平啦。没有，全部都变双性就没有歧视啦。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愿意跟我分享他们恋爱的故事啊、分手的故事什么的，或是他们就是要喜欢上一个同性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我是双性恋，或是我有可能喜欢同性这样子。而另外第2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现在很好的朋友他是双性恋，然后还有我去年开始使用交友软体，第1个约会的对象也是双性恋。第1个约会的对象他跟我讲说，他高中分享，就是他分享他高中喜欢过男生也喜欢过女生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们。老实说，我刚刚讲的这14个里面，12个都是双性恋的朋友里面，真的只有1、2个是
可能特别还是比较喜欢男生，或是特别比较喜欢女生，然后只是中间有过可能跟同性交往，但是其实真的就是50-50，真的不要再叫双性恋去做选择，到底是一个什么神逻辑啊？我请问，就是女同志现在是可以做选择吗？当然不行啊！他们生下来就是有这么美的能力，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像他们珍惜我们一样，跟我们珍惜他们一样。再加上最近刚看完《麻烦一家人》Good Trouble 里面改要这个男生的角色。你可以看到他在里面没有办法做选择，你可以看到他在里面会害怕社会对他的偏见，或是歧视，或是什么的。像双性恋好像会劈腿或是干嘛 ，like are you serious？ 如果我们今天能给彼此一个了解彼此的机会，这才是我们社会最需要的和平。你今天一定也不会希望说，哦，你们女同志都没有安全感，然后所以占有欲很强，所以今天即便我是一个双性恋，我也不要跟女同志交往。你一定也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。有时候我也建议大家，可以好好的去思考自己一些举动或者行为，譬如说你在滑就是左边的时候，真的是因为你跟他们觉得可能合不来，还是因为你看到他们的形象有点害怕。如果你怕他们就是最后会跟男生就是回去到社会异性恋霸权比较好，比较容易过日子的话，老实说，如果今天这个人够爱你，他真的想要跟你共度一生的话，他是会愿意为了你出柜的。这是大部分我双性恋朋友跟我讲的。我觉得对他们确实可能有一个方便，他们可能不用马上跟家人出柜，但是今天他们说，他们如果想要一起共度最后一辈子，不是最后一辈子 ，Oh my god。他们如果今天想要共度下半辈子的人是同性的话，那他们就愿意跟他们的家人出柜。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，大家要知道跟家人出柜这件事情，不管你是什么形象，真的都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。然后我自己也很享受，也很喜欢，很希望可以去了解跟听很多很美，就是 LGBT 大家在奋斗的故事，都可以让我们彼此分享，跟彼此一起去拿来鼓励彼此。所以拜托，让我们一起团结起来，然后一起支持我们彼此的这个 community。下一个影片我就跟大家分享，目前我听到大家或是我双性恋朋友他们遇到3个为什么不想要跟他们交往的原因。那我们就下次见。